卡2级巡航导弹核潜艇采用经典的耐压和轻型非耐压双合体结构，排水量是23860吨，是仅次于俄罗斯最大核潜艇台风级的存在。它最大的前身500米，最大水下航速是33节，续航力为120天。也就是说，1年不间断巡航，也只需要进行2次补给。比尔格罗德号则对艇体中部经过了重新设计，导弹舱被去掉，改装为长达30米的舱室。艇体由原来的154米长变为184米，用于携载大量特种和潜水设备，以及可供工作人员出入深水潜航器的闸室。据报道，比尔格罗德号可搭载核动力深海工作站、无人潜航器和核鱼雷，是军民两用、核常兼备的多功能水下平台。这艘核潜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可以携载和释放6枚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，执行战略威慑任务。由于采用了核动力装置，所以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航程超过1万公里，下潜工作深度超过1000米，可携带常规核2种弹头。续航力突出，大前身隐蔽性又强。波塞冬可以说是一个蛰伏大洋的幽灵，对任何滨海国家都具有巨大的威慑力。携带常规弹头时，可用于攻击航母和大型舰艇；配备核弹头时，可打击敌港口和滨海设施。只要1枚就能摧毁一个数千万人口规模的大型港口城市，甚至引发威力巨大的海啸。再加上比尔格罗德号能够在敌方海域潜伏长达数周甚至数月，伺机发动攻击，可发挥遏止敌方侵略行为的战略威慑作用，这也是最令西方国家谈之色变的原因。除了搭载波塞冬无人潜航器进行战略威慑，比尔格罗德号还能执行特战队员输送、特种装备搭载运输、远程侦察等等军事任务。另外，它搭载的设备还包括有大陆架核能发电装置、大舰禽深海无人潜航器、大比目鱼核动力深海工作站等等，还能执行许多民用科研任务。而作为比尔格罗德携带的最重要载具的波塞冬无人潜航器，本身尺寸就不小，不装战斗部的情况下，也可装水声探测设备，并且其还装备有通信设备，能使用某种手段与己方潜艇通信，具备成为水下长航时无人机的潜力，作为出色的水下侦察装备来使用。从俄媒报道来看，比尔格罗德号未来将装备北方舰队的深水潜艇部队，这意味着它还有一个新任务，参与北极海底探测，在美俄北极战略交锋中充当重要角色。不过，也有分析认为，俄罗斯特种核潜艇搭载核鱼雷是冷战时期苏联脑洞大开的创意，究竟好不好用，有待观察。从技术上来讲呢，因为它毕竟它的速度不会太快，毕竟在水下有水嘛，有这个水体的阻力嘛。那么，如果要是真的说认真拦防的话，还是能拦下来的。只不过呢，就是因为过去没有人搞过，所以说这个东西，由于大家没见过，所以它听起来比较可怕。为反制俄核潜艇的新威胁，美军也调整了军事部署。据俄新社9月28号报道，五角大楼在美国东海岸建立了一支灰猎犬驱逐舰特遣队，以更好地保护美国本土免受俄罗斯水下威胁。美国海军大西洋方向水面部队指挥官布伦丹·麦克莱恩少将表示，该特遣支队由哈德纳和库克号驱逐舰组成，他们拥有丰富的反潜战经验。科尔号和格雷夫利号驱逐舰明年也将加入，4艘驱逐舰共同组成一支特遣舰队。俄罗斯黑海舰队前司令弗拉基米尔·科莫耶多夫表示，理论上来讲，无论美国海军派出多少艘驱逐舰，他们都不可能完全封锁住美国东海岸，更别提掌控整个大西洋。因为潜艇反潜是最好的办法，但是呢，它的数量不够啊，所以要加上水面舰艇，因为水面舰艇呢，它可以搭载反潜的直升机，还有拖曳声呐这些设备，再加上它空中的反潜的这些巡逻机就是比如说P8A 或者是这个其他这个类型的反潜的这些飞机，它必须要形成一个体系，它才能够